好，持续赶快来看到是泰检的冲突激战失控升温，这一回终于是中国大陆要出手了，因为看到川普到目前为止他的调停都是无效的，习近平接下来派的特使磋商和平能不能真的降临，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一场冲突其实我们关注非常久了，到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超过10天了。本来是在边境地区这边的这一场大冲突，现在延烧啊，不断的烧到柬埔寨整体的经济重镇去了。尤其特别关注在18号这一天，它的轰炸是特别强大的。泰国它出动它的空军 F-16向柬埔寨的赌场重镇波贝这个地方投掷了2枚炸弹，结果造成了市区的建筑物全毁哦。轰炸的地方可以看到都是这一些大型的建筑物，包括这当中有大型的诈骗集团的营运中心，同时它也是柬埔寨军方很重要武器的这个储存设施。那么战争到现在其实呢已经造成非常多的损伤，泰国有21人死亡，柬埔寨17人，现在目前为止超过80万人家庭是流离失所，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他们都被迫疏散。这时候泰国总理阿努廷也出来说话了，他针对于轰炸这个柬埔寨的这一些诈骗的地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柬埔寨的境内赌场不在泰国司法管辖范围内没有错，但是如果说相关场所被用作诈骗掩护，泰国方面是有必要去加以处理的。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这一场泰柬的冲突。一开始好像是边界冲突，现在已经打击到柬埔寨边境的这一些诈骗集团了。这是泰国军方其实最重要的目标吗？把这一场战争现在正式的可以叫做打诈战争吗？老师怎么看？泰国跟柬埔寨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是边境领土冲突，或者是说神庙主权冲突。那现在变成一个打诈骗集团的这个战争呢？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过程其实跟泰国的内部的政治密切相关。因为阿努廷在9月份上来的时候，他就答应人民党啊，就是在4个月之内他要解散国会进行改选。他在11号的时候宣布了解散国会。所以预计在明年的1月中到2月中的时候呢，会进行泰国的大选。人民党希望能够用选举的方式回来真正的执政。但另外的维泰党呢，那就是前面被拉下台的贝东丹，就在5月份的时候是今年的第一次的泰缅边境冲突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柬埔寨的洪森说 ：“Uncle， 我们的军人不好了，你不要在意了。”结果被公布出来这个录音，然后他被迫辞职下台。所以我是觉得。因为现在要改选，所以呢，边境的冲突再起，作为他们各个政党以及和保守派人士以及和军方之间的一个连结，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去说啊，不要打，停下来，然后呢，我们好好的谈。因为要选举了，哪个政党敢这个时候这么做？可是当川普打电话来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才战争刚打起来，我们要支撑我们的打到至少选举之前这个情况啊。所以呢，他就找到新目标了，打诈骗集团。有没有合理性？有没有合法性？也可以拉牵过来。那大家媒体支不支持？全力支持。不管是在国际上，在亚洲，连在泰国内部受到柬埔寨的这些诈骗集团的这些受害的人都不少。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变成是得到各方面支持。可是战争再打下去，还是会有扩大的可能性，以及造成已经相当多人的伤亡以及一些这个流离失所的人民。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在这个打诈集团可能几天之后，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在做调停了，就刚好也许有一个下台阶。所以因此这一次的这个战争，我觉得可能会在未来的1个礼拜之内会有所调整。那当然不排除下一次的战争，他就刚开始。可能先就以打诈来开始吧。如果你敢再继续的柬埔寨扩大战争、扩大诈骗的话，它可能下一步就是这个问题。那因为泰柬之间的军力相差这么大，对，就基本上是泰国不断的在教训柬埔寨，可是柬埔寨呢也就一直在抗拒的。对，所以呢要等待大国来介入协调。川普已经影响力不在，但中国的影响力如何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好，等一下我们会来持续看到那中国大陆介入调停到底有没有效，但是我们也持续关心说，泰国这一次其实做了这个攻击，也被视为是一个叫做抢救观光经济的一个生死战，他宁可冒着这样的风险，也要打这个观光保卫战，就是因为泰国真的非常的不满柬埔寨，因为它是少数呢这个免签跟这个落地签的国家都可以全免的泰国，那它其实每年有非常多的外国旅客进来，但是进来之后，他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诈骗集团会把这些受害者从泰国的边境转到柬埔寨跟缅甸的诈骗园区去。那对于柬埔寨来说，确实诈骗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占他 GDP 达到40%都是来自赌博跟诈骗。全国超过50个电诈园区，吸收超过10万人，大部分都还是这些外籍的受害者，这也间接导致泰国的形象被反噬。光是2025年做了一个统计哦，泰国的观光客人数年减幅4.66%，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观光客的这个观光已经暴跌了34%，所以它怎么样都一定要打到底吗？尤其我们知道柬埔寨它背后这个诈骗集团有政府高层做支持，它真的能够彻底摧毁这些诈骗集团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泰国派F-16战机这个出境啊，就是跨境轰炸。我认为他虽然讲的是对这个电诈、对这些诈骗园区啊来实施轰炸，其实他是为了教训柬埔寨，他是为了报复，而不是真正的是要去打诈。打诈的话，不要说是柬埔寨，在泰国跟缅甸那个艾莫河那个 KK 园区，那个才是最大的电诈集团，在缅甸呢，为什么不去炸？就在你泰国边境啊，西边，泰国的西边是缅甸啊，为什么不去炸那边？你要去炸柬埔寨，以打诈之名啊，轰炸柬埔寨，就是报复，就是教训就对了。就这很简单嘛，对不对？他说如果要炸到医院，要去医院有恐怖分子炸医院嘛，都是这个样，这就是理由。真正的是要打仗，是骗人的。那在炸缅甸啊，那克伦邦那个邦啊，就在克伦邦在哪里？就在缅甸跟泰国的边界西边呢。那为什么不去炸那个大轰炸 KK 园区？KK 园区的电诈集团可大的嘞。所以我认为他是为了教训，为了报复。那我们来看，那这样子打诈是会有效果吗？不会有效果。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诈骗集团呢，它很精的啊，官商勾结，已经变成共犯结构了。你以为柬埔寨不喜欢那个对那个诈骗集团喜欢吗？问题是他们已经就在一起了嘛，融在一起，挂在一起了。这种共犯结构你怎么样去消除？很难，因为他要靠他吃饭，他要靠他保护。那个交保护费，一个有饭吃，那不是刚好？那柬埔寨的这个生活很差，国民所得才2000多块美元一年，对不对？泰国也好不到哪里，泰国一年每一个人的 GDP 每一个人是7000块美元，都不是很好了。那就诈骗集团就要横行了。第二个，他们会激动，知道吧？跑来跑去的，不是呆呆的在那个地方跟你来轰炸。诈骗集团早就跑了，精得很，他都要诈骗别人，他自己当然脑筋很灵光啊。当然可以啊。第三个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这个电诈集团的为什么总是抓不到？他会化整为零，他根本不在了，人去楼空。为什么？早就有通风报信啊，结果一去的时候，这个人去楼空，一个人都不在了。电诈集团想要取缔他啊，我跟你讲，他是好像有狡兔三窟一样，这又共犯结构，又有机动作战跑来跑去，又有化整为零，所以这些方面呢，我跟你防不胜防，而且尤其在落后的地区，那是没有办法一扫而尽的。好，那这场冲突到底会延烧到什么时候呢？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嘛，这个川普2度的介入调停都没有用。第一次是在今年10月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10月的时候，他在东协峰会上促成了这个泰柬之间签了和平协议，就看起来是完全无效，还不是打了起来。所以呢，这一次也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他打了这通电话调停，同样是没有用的。那现在也看起来，这个泰国还酸川普说，我们泰国难道要听其他人的话吗？那如果是中国介入，到底有没有效呢？因为18号王毅就跟这个泰柬2国的外长通话了，不断在这当中居中协调，能不能达成停火？汉庭又怎么看？泰军空袭呢，基本上是一个内病外治的政治秀。为什么突然升级？是因为跟泰国政府内部的合法性焦虑有关。它当然一方面是转移斗争的焦点，毕竟泰国政府现在面临国内反对派的强力挑战，经济复苏缓慢，哪有什么比打诈骗集团，然后呢更获得大家的支持呢？同时也是在争夺军事的主导权。泰国总统阿努廷和军方背景的势力，需要透过一场胜利来证明，我们不听美国了，我们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主权。
那再来啊，这也是一种政治正当性的投名状，因为民怨最深的就是旅游业的下滑和电诈的猖獗，所以炸了波贝的赌场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一场华丽的政治公关秀。那为什么美国调停会失败呢？因为他口惠而实不至啊。川普只是要一个和平总统的名声，他只管签字拍照，但是呢，不管协议漏洞。川普谈的是地缘政治的大道理，但他解决不了泰国的经济饥渴。他不在乎泰国的观光损失，他也不在乎柬埔寨的非法经济。所以美国给不了泰国暴增的游客，他也切断不了电诈的利益链。对美国来说，东南亚只要你不倒向中国大陆啊，你们打个头破血流，他正好还可以卖武器，这叫拉偏架，看笑话。所以泰国政府呢，就是为了国内的政治，随时都可以切断美国的这个协议。可是呢，中国大陆的调停反而是直击命门。王毅直接说了"重建互信，及时止损"8个字，背后是有重金来支撑的，是啥？就是钱呐，对吧？因为对泰国来说，中国确实是最大的游客来源。只要中国大陆也帮忙打击电诈，恢复旅游信心，那泰国政府的国内政治压力瞬间就会减轻，不需要再靠打仗来转移焦点。而对柬埔寨来说呢，大陆也是很大的投资方，柬埔寨的经济转型也离不开大陆的技术跟资金，所以大陆出手谈的是利益分配跟发展